好，我们先试一下这样子写，它就是把它写出去的。好，那理论上它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一端里面，它已经放在那一台电脑。那我们要想一个方法要把这些资料要把它载下来。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这边看呢，就是我们有 download 程式嘛，我们用 Colab， 然后去 Colab 把这个程式呢把它执行完。那你执行完应该就是它会产生一个目录，然后把这一些全部抓下来。那这个里面它是放在 TDCS， 我确认一下。好，那它是放在 Content 这个目录啦。刚刚我把它跑掉，我也是放在 Home 这边。所以我们这个 Working Directory 就是这一支程式的 Working Directory 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create 出来这个目录，就刚刚才 create 出来的是在这个地方。那我刚刚执行完存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你的这一个档事实上就在这个地方，对应一下，所以你就可以有一个这个的目录档，是在这一个 06A 里面，然后这一个档就做到了。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们开始就是让简单一点，可以让大家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程式去模拟它如何抓一笔资料回来。那当然啦，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只能抓1个小时。那你 claim 说，那我自己搞不好手动抓都比你快，抓1个小时。可是电脑那种 robot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重复的一直做。所以我们第二个要看的这个程式呢，就是能不能比较复杂一点，帮我多做一点。那这边有一个就是1天24小时的一个 Python 程式，那同样的我也把它打开，点2下就可以打开。那这个跟刚刚那个程式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就一次可以抓24小时，所以同样的你就把它执行一下。那这一边的这个日期呢，我已经把它写好了，就是2022年9月。那我们就稍微测一下了，10，然后其实今天我present 的时候它是21号10月21，不过我想说我们就拿这个地方的来做24，我们先来抓10月6号，然后刚刚的那一笔资料，同样的虽然说要跑24小时，我还是小心一点，先稍微热身测试一下，那看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一次我就有很小心把这一些变数年月日啦，然后那个小时的部分避免犯错，我有把那个小时的部分拆开，那这是简单的一个小小的程式设计技巧，避免犯了刚刚我那个错误。像我刚刚这一边就是犯了一个错，就是这边小时的目录00这边没有一致性，所以先从小的开始我就刚刚犯的那个错，所以这一次就会小心的把它拆开，所以得到这个很简单，我们也可以很简单再测试一下，复制起来，你可以先简单测试一下把它复制起来，然后贴过去，看试试，不能 reach， 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改版了那这个在翻译程式大家要很小心，因为他们在这个月呢，把这 HTTP 要改成 HTTPS， 所以这边大家在试程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其实是蛮 tricky 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个HTTPS 就是说它传递的时候都要加密了避免被人家窃取，所以这个其实是马后炮啦。我那时候在 demo 的时候也卡住，是学生跟我讲，老师他已经这边有加 S 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再试一试看看这里再试一试，因为它有 security 它的 protocol 有 security 要加进来，所以这个要再试一次。OK 了所以这种蛮 tricky， 就是有时候它网络上改版什么，你就写 Python 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子存下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啦。那你如果怕刚刚会有什么空包弹的问题，你可以在这边再看一下这是我们第2次抓的，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这边9.6了所以这一个大概是对的了，没有不是空包弹。你有更不放心，你可以进去点2下看看
那时间关系，我猜这一次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好，那这一边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一个，所以我们测试了1个小时没有问题我刚刚也 debug， 原来这边它已经改版了要 HTTPS detect 到。好，那这个就是它里面的那一些栏位的资料啦，那这是参考用。好，那同样这个我们在刚刚一次的也抓到过了好，那我们只是把栏位加上去，这是我们刚刚在抓1个小时那个版本有知道，然后我们也把栏位抓上去，大概是对的。好，那重点来了，现在呢1个小时对，我们现在来做1天的，那1天呢就是稍微要改一下那一些变数啦。那你有兴趣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程式，不过应该都很简单啦，我注解还没有写很多，不好意思啊，那应该要写多一点注解。那我们就是10月6号，我们写一个就是10月6号。那我们抓就是0到3，那当然我们要号称1天理论上应该是23小时啊，0到23。那如果程式在 demo 的时候，那这边可能就是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整个的做完。那这边好吧，我们就试看看吧。那这边有个 output tag 那这个是因为让大家抓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区隔啦，尤其是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让学生打个学号，让他这个是你的稍微分隔一下。那这边 tag 它就会根据这个去产生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目录，那它就生出一个这个目录来。那我们简单的执行一下，它就会根据你的年度，会根据你是哪一年的，把年跟月也自动产生了，让它抓下来的时候放在不同的年月的目录下面比较好管理，不要全部都放在同一个。好，那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那这边下面就是爬虫的程式啊。那讲白一点，就是它就是用回圈的方式去产生重复的产生这些 UI 了。那我先让它跑一下。有错。不好意思，这边又来了。这边是测试的，这边没有写 S 的，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很小心的就是说给你的程式还有我们的这些 slice， 其实这边要很小心，就是它改版了就是在3个月前到现在它把那个 protocol 改成 HTTPS 那再注意一下这边要加 S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所以写爬虫常常会遇到这一些狗屁上的问题那你就要很小心，再回去推一下，是不是它网址改变了啦，还是格式改变了啦？那这是经验之谈啊。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些错误把它 escape 掉就很顺的从头讲到尾。可是我相信大家未来在做大数据资料处理的时候，一定会多多少少遇到这些狗屁上的问题。那这些狗屁上的问题没有第二个，因为爬虫你就是要很小心的去找出这一些规则那有时候就是只能这个样子那这边的回圈呢，它就是一个一个去跑。那有的同学可能会很想，那这个是在做什么？因为这是故意塞零因为你小于10小时的话，其实它格式里面有那个00的那个小时是用00，所以就是写个小程式去归它0那其他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重点这边就是我有让它稍微停一下啦30秒钟，因为它规定不要超过40秒啦。超过40秒，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写个僵尸去网络攻击他那这也是一个网络上写爬虫的一个道德问题不要造成人家网站的困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道德劝说啦，就是我们写爬虫的话，尽量不要造成人家网站提供者的一个网络的负担所以它规定是40我大概抓了一下，觉得这样大概会超过10秒钟什么的。那你如果要按照它40比较守规矩一点，那你就把它改40那我大概抓个30秒，不要造成人家网站太大的负荷，认为你去攻击它那这是一个大数据存取 open source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应该说网络的伦理啦好，那理论上它就会这样子一笔一笔的把它抓下来，那抓24个应该也要花一些时间，那我就先 skip 过去回到这个 slice。好，那理论上你就可以这样子一笔一笔抓下来，大概没有问题啦24就可以全部这样抓下来了。好，那这个那边等一下应该就全部都抓下来了。那注意你抓下来的其实在 Colab 这个里面，事实上还是在云端上面那你应该还是要把它抓回来，所以你要
把它抓回来。所以抓回来，你这一边其实没有一个好的方法的话，其实你就会一笔一笔抓哦。这个我猜他们有一个提供一个说，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目录抓下来哈。那我记得在 Colab 里面，你要一个一个手动抓哈，所以这是很耗时间的，这个是很耗时间的哈。所以刚刚我们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一招没有解决，就是说，你一个下来，本来想说有没有很快的方式，就是说我这边可以一次就 download 整个 directory， 可是我查过好像是没有它只有 upload 没有 download 一次可以当。你要 download 的话，变得是要一个一个你要一个一个档 download 下来，那这问题又来了大数据这个里面档搞不好上百个上千个，那你要一次来，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做大数据资料的处理分析，其实这些眉眉角角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如何利用一个有效率的方式，所以教不能教一半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整套的这样走过来，所以你可以用 IPython 里面这个加个惊叹号是去看它里面目录的东西啦就是说你加个惊叹号就是在那一台，其实那一台应该是一个 Linux， 所以 LS 就是看那个目录里面。那我的范例是8月啦8月的，所以他就可以看到这是抓的那个目录下面的那个档所以理论上你把这一个改成那个时，应该是就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所以我有把这一边的资料弄上去这边有漏掉一个它要 mount 上来。那我猜这一个命令可能很多你如果没有资工还是没有那个网络处理的背景，你可能会怪怪的那不过你就试试看啦，其实就是说他把你的 Google Drive 就是他把你的 Google Drive 跟这个做一个结合，那档案系统的结合在 Linux 的里面，它名叫 Mount 这个名词。那你有资工背景，我相信这个名词对你来讲应该是还好所以这边还在抓，你就是把它 mount 起来连上去，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命令去查那我的范例程式是用8月的啦，你应该等一下是用这个改成10月，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些资料那你就可以把这一些资料直接把它压缩起来就是说它这个目里面搞到24个档等它抓完你就把它压起来那压起来，当然在这个 IPython 里面没有，所以你这边又要再加一个惊叹号zip， 然后把那个档这个是压缩成的档名你把档名写在前面，那压哪个目录呢就压这一个这个 JD 往 M06， 但当然这个现在不是08了啦应该是10然后下面所有的档，他就把这个所有那个目录下面的压到这个地方来然后 recursive R 是 recursive 的意思，就把它整个压起来。那压起来以后，你当然就可以一次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所以本来这一边就是有一点 tricky 的一个地方啦那我就是顺便也把这一个跟各位讲。所以很多我们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好像很顺利就是你大数据就整个一包就给你，你就拿到大数据了。事实上我是觉得在这个真正的大数据资料处理方面，其实你要有一连贯的这些眉眉角角，那这些都是些小技巧，可是你需要走过这些小技巧的一些锻炼，那你才可以学到真正比较 hands on 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些技巧那这是我刚刚解释过的这是抓下来。所以等到你把整个都压缩档起来以后，那你就有个 zip 档那就是一包就把它抓回来了那这就是一个小技巧。那以我那一天8月25号的资料量，大概一天呢大概有700多 mega， 所以这个资料量是蛮可贵的，很可怕的一天就700多接近1G 了，然后你2-3天就好几 G 了。当然以真正处理大数据的资料的那一个架构来讲，那1G 10几 G 那算什么呢？可是我们是在练习上面，其实这个资料量会一直涨所以这边其实还是有小小的一个未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在于我们还是用 Colab， 你抓一抓在云端你还是要下载到地端那而且这个是在 Google 上面，那我们未来会配合 AWS，
所以是不是能够直接把它抓在 AWS 上面来用，我就不用在 Google 下面要下载到地端，等一下我们要分析 AWS 又要从地端把它放到 AWS， 那所以这边有很多可以想象跟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好，那我们这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用 Google 的 Colab，然后写一个 Python 程式，然后把它资料在云端上面把它打包下来。那这个对于你们有一台电脑的因为有时候你电脑在那边开着抓也麻烦，所以其实用云端的资源其实是蛮不错的。那这边就是我今天有关于这个介绍，就是用 Google Colab， 然后写一个 robot 自动去帮你下载这些 App 的资料的程式。